随着上月末加沙地面战争的打响，双方的对抗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目光。而近期，网络突然开始出现大量哈马斯武装伏击并且击毁以军装甲车辆的视频。难道说以军在地面战斗中已经举步维艰了吗？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呢，大兵并不认为以军已经陷入了劣势。在地面战刚开始的时候呢，面对加沙地区过于复杂的城市环境，以军并没有选择贸然突进、速战速决的战术，而是采用了兵分三路，分别从加沙的东北角、西北角和中部稳步推进。其中呢，进攻中部的以军虽然穿越的是最为复杂的城市郊区，与海岸间的距离约为 7.5 公里。但他们的推进速度却很快，11月3号就抵达了地中海海岸，直接将加沙地区从中间分成了南北两个部分。另一边呢，从西北角进攻的以军则是沿着海岸一路向南，计划与中部的以军会合之后，将加沙城内的哈马斯武装包围。这样做呢，其实有着很多好处。其一，在沙滩地带，哈马斯很难挖掘地道，因此便不用担心从地下进行骚扰。第二呢，就是哈马斯没有海军，因此海滩的那个方向呢，对于以军来说就是绝对安全的，不用再调兵力进行防御了。其三，由于哈马斯没有海军，因此该方向的以军部队就能采用海上运输的方式获取补给弹药，而且海运更便宜。其次，虽然以色列海军的规模也不大，只有7艘护卫舰和6艘潜艇，但依然能从海上对沙滩上的以军进行火力支援。最后就是沙滩地带平坦开阔，更适合以军坦克部队作战。当然，该推进方向呢也并不是没有问题啊，最大的问题就是无险可守。这段距离呢，虽然从地图上看只有约18公里，但海滩右边有大量的建筑群，哈马斯成员很容易藏匿其中，对以军发动突然进攻。不过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呢，以军的地面推进依然在稳步进行，正在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慢慢切断加沙城与外界的各种联系通道，以此包围还留在城市中的哈马斯武装人员，进而迫使他们主动现身，暴露在以军的强大火力之下，或者面临被封死在地下隧道里的窘境。另外需要关注的是进攻加沙中部的以军在沿东南西北轴线向地中海岸推进的时候，还在推进路线上的不同地点构筑了6个坚固据点，成为了将整个加沙地带一分为二的重要战线。其中呢，该战线的第一个据点是以军从中部突入加沙地区的入口西北约1公里处，当时以军和哈马斯在这里展开了激战。第二个据点呢，则是构筑在第一据点的西北方向约500米处，第三个据点则是在第二据点以北1公里处，直接控制了加沙城南边萨拉赫丁镇的中心道路。而第4和第5个据点，它们几乎是相连在一起的，位于第3据点西北方向，控制着该区域的主要通路。而近期的卫星图像显示，第5据点内正有着一个以军车队在4辆第9装甲推土车的带领下向外移动。最后呢，则是在靠近海岸的第6据点，在卫星图像上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以军用第9装甲推土车构筑而成的土质护堤，内部有停放大量的以军装甲车辆。而随着该战线的构成，未来他们将在南部战线承担双重任务，首先是向南防止加沙南部的哈马斯成员北上增援，并在期间让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进入加沙地带北部；其次是向北阻止哈马斯成员南逃。不仅如此，部署在南部战线的以军还要时刻提防哈马斯武装对各个检查站发起突然袭击，以免给地面作战带来不利影响。目前从最新的消息来看，以军在加沙北部的推进战术依然在稳步进行着。面对复杂的城市地带，并没有太过冒进，而是经常通过空袭精确打击已知的哈马斯目标，之后再派出步兵小队和第9装甲推土车与梅卡瓦坦克和纳马装甲车一起进行编队推进。期间呢，第9装甲推土车会率先排除前进道路上可能存在的地雷和简易爆炸物等威胁。同时，以军在推进1到2公里后，就会选择一个较大的空旷区域，安排梅卡瓦和豹式装甲车在四周警戒，然后使用第9装甲推土车扩大场地并构筑护堤。紧接着，在阵地构筑完成后，以军就会派出更多的第9推土机拓宽道路，从而方便后续部队和设备进入。
之后呢，新建的阵地又会成为下次推进的出发点，如此往复，稳步推进。综上所述，近期以军的地面作战通过专门设计和改装的机械化装备以及部队间的协同作战，依然是游刃有余，并未出现开头所说的举步维艰的情况。不过在接下来包围加沙城之后呢，以军就需要考虑城市战的打法了。对于现今的各国军队来说，现代最困难的作战并不是野外作战，而是发生在城镇里，尤其是那些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中。面对城市战，不论是哪支军队都会极为头疼，没有例外。未来以军也会面临这样的难题。首先，加沙城内到处都是建筑，而且许多建筑还非常坚固，再加上城内地下遍布的网状隧道，为哈马斯提供了现成的屏障。而在这个基础上呢，哈马斯成员还能在城市内布设各类额外的障碍、陷阱以及诱杀装置，进一步提升了以军的推进难度。其次，城市战是哈马斯的主场，他们熟悉这里的每条街道和每座房屋。与之相比，对于以军来说，加沙城内的情况虽然算不上是一团迷雾，但大量的建筑物依然会遮挡视线，各种侦察手段也会受到限制，极大影响了以军进攻时指挥和协调能力。而哈马斯呢，则能化整为零，各自为战，并不影响防御效果。再者就是城市战会限制以军的兵力和火力优势，在城市环境下，进攻方的支援火力，不管是直射还是取射，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就连空中的火力支援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在敌我混杂、战线不明的情况下，以军强大的火力优势很难得到有效运用。在以上这些限制下，使得进攻方哪怕有再多的高精尖武器，在街巷里或者建筑物内部，也只能依靠各自士兵随身携带的单兵武器和有限的弹药进行战斗。也正是基于城市战的众多特性，就连美国和俄罗斯也曾吃过苦头。例如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车臣战争的格罗兹尼战斗中，密集的建筑物就极大限制了俄军火力优势的发挥。不过，虽然城市战困难，但对于以军来说，城市作战并不陌生。他们常年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与巴勒斯坦的武装力量进行对抗，在这方面呢，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并借此对陆军主要装备进行了很多适应城市作战的改装。但是呢，与其他国家的操作不同，以军最具价值的城市作战装备并不是梅卡瓦主战坦克，而是另一种其貌不扬的重型装甲推土机。就在上个月25号到26号夜间，以军曾在加沙北部执行了一次对哈马斯目标较大规模的突击行动。在后来以军放出的战斗视频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以军借由装甲推土机打头阵，为坦克纵队开辟道路。而视频中的推土机呢，就是卡特彼勒第9系列装甲推土机。这款推土机呢，原本是美国卡特彼勒公司研制的一款大型履带式推土机，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后来由于其非常可靠耐用以及很低的运营成本，很快就成为全世界最成功的工程机械之一。发展至今，已经衍生出了众多型号。由于性能太过优秀了，第9系列推土机在诞生之后呢，很快就被以色列引用，并在经过改装后被以军征召入伍。军用第9推土机上设有2名成员，分别是驾驶长和车长，需要经过约2个月的培训才能操作该型推土机。在上世纪，非装甲的第9呢，就曾参加了第2到第5次中东战争，为以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在第4次中东战争期间呢，以军使用的第9型推土机清除了南线苏伊士运河附近的沙障和爆炸物，帮助以军部队渡过运河，决定性地击败了埃及军队。正是由于数次战争中的优异表现，让以军看到了该推土机的巨大价值，于是在1986年开始为第9L 型推土机安装经过专门设计的装甲套件，以此增强它的战场生存能力，并在90年代又对装甲套件进行了升级，应用于第9N 型推土机。经过这次改装，该推土机直接增重了约15吨，驾驶舱也变成了密封的，有了核生化作战能力，而且安装有防弹玻璃，能防御炮弹弹片、机枪以及狙击手的攻击。后来以军甚至还为这些推土机安装了车顶机枪、榴弹发射器以及烟幕弹发射器等装备。在经过以上改进后呢，第9推土机已经成为以军进行城市作战的核心装备了。
经常使用它们来清除巴勒斯坦武装力量藏身的灌木丛和建筑物，迫使武装分子现身。因此，以军已经将其看作是城市战和治安战的重要工具，是减少己方伤亡的关键性装备。出色的作战效能也促使以军不断改进第9推土机的装甲套件。进入新世纪后呢，以军还专门联合几家武器制造商，为新的第9R 型推土机设计了新一代的装甲套件，以此应对越来越多的反装甲武器，并在2005年为这些推土机增加了格栅装甲，实战效果非常不错。与此同时，以军还将一部分老式的第9N 型推土机改装成了遥控型，以此执行危险性极高的任务，在数次巴以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2014年的作战行动中，这些推土机就配合其他设备，一举摧毁了30多条穿越以色列边境的地道。时间来到2018年，以军又引进了第9T 型推土机，并将其改装为遥控型装甲推土机。由以军战斗工程团进行部署和操作。截止至今，该团正在服役的各型第9系列装甲推土机已经达到了约100台。次年，以军甚至还为第9系列推土机安装了铁拳主动防护系统，进一步提升他们的防护能力。由此可见，以军对他们的重视。目前，以军的第9系列推土机已经不再是一款单纯的工程机械了，能在城市战中发挥极其强大的威力和作用。其拆楼、破障、排爆、开路的能力，甚至超过了很多大威力的重型武器。再加上其原本就具备土工作业和救援能力，进一步提升了作战效果。而除了第9系列推土机以外呢，以军还有美洲豹装甲工程车。该车呢是以军利用英国的百夫长主战坦克底盘改装而来的，服役于1991年。标准车组人员呢为8人。目前呢，在车顶安装有遥控武器站，车体前部能安装各类排雷设备，后部呢则能安装地毯扫雷系统。该系统能装填20枚温压火箭弹，每枚火箭弹重约46公斤，有效射程约200米。发射后，温压火箭弹能通过空爆所产生的超压冲击波以及高温，清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以及其他障碍物。但呢，又不像野战中所使用的扫雷索那样威力过大，非常适合城市战环境。总结来说，在以军包围加沙城以后呢，将逐步清除城内的哈马斯成员。对此，后者似乎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对此，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